係各位網友，嗱呢條片係講呢個Tesla 嘅兩個突破。其實我係更加講呢個自動駕駛模式對於呢個汽車保險業嘅改變嘅 fundamental 性質上嘅改變。而呢個保險業嘅改變，終於係迫使全世界急速轉向 full self driving。我要解釋呢個原理俾大家聽，呢個就係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原因，點解我長期睇好 Tesla 嘅原因嚟㗎。好啦，我應該講俾大家聽，因為慶祝新年呢，我再盡量加送一啲嘢俾大家，就係呢一個買一盒臘腸都送一條果汁俾你，兩盒呢，呢個就原本有㗎啦。either 一個湯同埋一個呢一個一個湯同埋一個呢個，或者一個去骨無皮雞腿肉，愛嚟俾你煲臘味飯同送湯嘅。三盒呢就送多一盒呢個臘腸，送一條 cashmere 10% cashmere 嘅英國圍巾，同埋再有600毫升嘅百依百順洗衣機嘅除菌劑。好啦，提醒大家訂新春盤菜啊嚇，咁呢個就係嗱呢一個今年加咗料嘅，就係包括咗呢一個大啲嘅生蠔、大啲嘅鮑魚啦，就係花膠筒啦、發菜啦，好多名貴嘢。咁但係咧貨咧只係送到你屋企樓下或者呢個屋村嘅村口。但係今年咧你就可以去門市攞嚇。去門市攞咧，就因為我慳咗送費咧，我哋送翻一個羊腩煲俾大家。但係大家要記住，呢個門市咧就有一兩個門市咧，初一初二唔開門嘅，你要睇下邊個門市。生意做到年30萬。好啦，仲有今日開始新嘅嘢咧，就買300蚊，就有個糖果袋俾你嚇。咁你唔使去買糖果嘅，呢個我哋已經搞咗成7、8年啦，10年啦。將近10年，咁就係慶賀新年，為咗方便大家買年貨咧，就唔使買糖果。好啦 ，Tesla 琴日449蚊嚇，而家450蚊。我哋睇下佢今年嘅走勢，其實佢今年嘅走勢咧最高去過呢度480幾，400將近480蚊落翻嚟，而家呢輪咧就再上翻去啊。好啦，市場解讀嘅落差。呢個係唔係一個技術性嘅反彈呢？咁講，佢有兩樣嘢支撐住，一個就係無人駕駛嘅落地，一個係保險制度嘅改變。市場普遍歸因於情緒修復，但真係驅動力呢，佢琴日本來起幾蚊，忽然間起10幾蚊，就係有結構性意義嘅因素出現。FSD 跨越咗商業化門檻，同埋保險業可以點樣推動呢個 FSD？Tesla 係喺自動駕駛係咪可以真正脫離人類監管呢個問題，首次給出可以驗證嘅答案。嗱，大家可以講 Waymo 係咪無人監管啦？唔係 ，Waymo 咧係遙控監管嘅，其實係呢個 Tesla 咧係唔需要遙控監管。Austin 出現嘅無人駕駛的士並唔係測試車，亦都唔係封閉場景，係喺真實城市道路環境中運行，而冇高清地圖、冇 LiDAR 一架平嘅車係達到徹底自動駕駛嘅境界。地點係 Austin， 狀態無安全駕駛員，真實城市道路呢個呢一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嘢，雖然佢話12月，結果而家1月推出，其實佢係嗰個推唔推出係 depend on Tesla 有幾大嘅信心，同埋佢個車隊嘅規模，佢不停收集數據，睇有冇啲小問題，不停修復到個安全係數不停升到某一點，佢又擴大一啲，升到某一點，佢又擴大一啲，其實係咁樣做。雖然實際推出時期比預期略遲1個月，但呢個並冇削弱佢嘅象徵性。市場更願意將此理解為 Tesla 為咗滿足其實係監管同佢自己內部個風險要求嚟，然後佢一定有足夠嘅數據，
佢唔會俾人哋告到飛起先得。其實就係咁解。點解呢？因為舊嗰個定義呢，嗰個係即使有輔助駕駛，法律責任係在個駕駛者。如果根據呢套新嘅制式呢，責任就喺個系統度，即係呢嗰啲人你要有套保險。如果呢個車發生咗意外，如果係有佢嘅過錯字，點樣賠嘅機率係幾多？你要咁的按呢一樣嘢呢，就係將個責任呢就孭咗上身。無人駕駛嘅關鍵唔在於會唔會開，出事嗰時邊個負責？呢個而家呢個車嘅系統負責緊呢樣嘢。Lemonade 推出嘅新型保險方案，Lemonade係一間細嘅保險公司，呢個檸檬水，但係咧佢同 Tesla 夾埋，我係講呢個對保險業嘅重大改革。其中一點 ，FSD 控制嘅里程風險明顯低於人類。凡係 FSD 你揸車嗰時 FSD 控制嗰橛咧，個保險費減半。至於人類駕駛部分咧，根據你個人行為風險計價，兩大改革。第一就係人類駕駛部分，佢就知道晒你係同意佢攞到啲後台數據，你點係咪成日急剎車啊、轉 lane 啊嗰啲，佢係知道啊。佢根據呢個呢，就俾一個風險評分嚟，呢個風險評分，然後呢，因為佢有晒後台數據，你只要用自動駕駛揸呢，呢個費用呢係減一半。傳統保險呢，你係做唔到你係冇辦法知道每架車揸車嗰個人嗰個風險程度係點，所以呢，佢係計一個風險池，佢有一啲嘢分嘅，根據你嘅譬如話呢一個你嘅年紀啊。你有冇犯過交通規則啊？有冇索賠過呢？佢有一套計算方法，但係呢，對於你嘅駕駛啊嗰種態度呢，係冇一個評定嘅。然後呢，就整咗個風險池出嚟，計下要賠幾多錢，係平均數嚟到分攤嘅保費。Tesla 呢嘅利用數據瓦解咗呢個前提，係將你點樣揸車慳埋落去，係整咗個人化嘅計算。佢根據你個人揸車嘅習慣危唔危險，譬如你揸得好唔好啦，你中唔中意 cut 線啦，你會唔會突然間拉 brake 啦，就仲有你揸嘅車係咪成日喺危險嘅路上邊呢？你係咪中意喺夜晚揸車呢？佢冚唪唥知道晒，而加以評價。個人化數據，好啦。至於佢係點收費嘅呢？大概呢，佢係你俾咗一個基本數佢，然後呢，佢每個月，即係我講係有幾多自動駕駛部分，你係幾多自動駕駛，然後幾多唔係自動駕駛，佢計咗條數出嚟呢，就每個月charge你授權佢自動轉賬，大約係咁樣。Lemonade 嘅新型方案基於個核心事實，由 FSD 控制嘅里程風險明顯低於人類駕駛。佢係用真金白銀嚟到向你講呢樣嘢。嗱，我講俾你聽，而家人為駕駛啊，起碼係安全過呢個自動駕駛，係安全過人嘅駕駛10倍。咁所以呢，原理上呢，嗰個保費呢係由10蚊變咗1蚊。佢而家呢收你5蚊，咁其實呢佢都賺多咗4蚊嘅喎。佢賺多4蚊，對佢嚟講呢，呢個係着數嘅。人類控制嗰橛呢，就係好多嘅風險係數計法，根據你嘅行為定價，好啦，作為能夠率先吸納低風險司機，佢呢套嘢呢，結果我會解釋俾你聽，係吸收晒啲低風險司機，因為佢哋嘅保費會好平，佢嘅風險池結構呢，明顯優於傳統嘅公司，所以佢嘅股價即刻上升咗10幾個%。
喺新制度，我舉個例俾你聽。如果80里程係由 FSD 控制，整體保費可以跌40%，每個月慳100蚊。我係假設我係查過平均大概220蚊至270蚊一架 Tesla 嘅保費，250蚊一個月。假如係80%係自動駕駛嘅話呢，就慳咗100蚊，你就變150蚊，250蚊變100蚊，變咗150蚊。對車主嚟講呢，你自動駕駛就當然係舒服咗啦，你可以睇手機啊嗰啲嘢喎。而家嗰個全自動駕駛模式呢，你就可以開始咧唔使睇住前邊喎，可以開始睇手機嘅喎。呢個就係呢個唔係真金，呢個唔係一個抽象概念，係真金白銀嘅節使。而且最緊要啊，直接降低咗持有 Tesla 嘅總體成本，而且好重要。尤其是你屋企有幾個人揸車嗰刻呢，你係保護咗你老婆同仔女嘅安全啊！佢用 full self driving 呢，佢出事嘅機會咧係低好多嘅。嗱，我講個好簡單嘅理由俾大家聽啫。假如你係喺條街度，忽然之間有架好高速嘅車衝出嚟，你只係得好短時間，或者前面一轉彎，突然間有架車喺度。咁你就要立即呢個剎停，你由眼睇到，而係手動去剎車，腳動去剎車呢，係要0.2秒啊！而你得2隻眼，嗰個 full self driving 呢係有8隻眼，佢係睇得清楚過你，而佢去制動架汽車立即擺軚或者剎停呢，佢係幾個微秒嘅啫。所以咧，呢個就係救唔救到命，就係睇呢樣嘢。所以佢一定係安全好多嘅，呢個係好。FSD 免費時刻節省大魚指出，100蚊 saving 係大過99蚊嘅 subscription fee。呢個點解由2月14號開始佢唔再賣？就因為慳咗99蚊。過去 FSD 咧，大家覺得偏貴，要俾99蚊。喺新制度下，保險省落嚟嘅錢覆蓋咗訂閱價，於是你就賺咗啦。你揸車舒服咗，你揸車舒服咗，你唔使另外俾錢，即係等於唔使另外俾錢。傳統保險定價嘅邏輯正面臨結構性重組，以前係做唔到每個人對你真正嘅駕駛習慣而作出評估。保險公司可以直接輸入 Tesla 車輛嘅即時行車數據，打破咗以往嘅信息壁壘。即係咧，呢個咧就係佢唔係一個 static 嘅嘢嚟喎。如果你嘅揸車嘅態度呢輪，譬如你離婚咁樣變咗好激進咧，佢立即可以加你價嘅，譬如你有一個激進嘅，因為你生咗個仔，你脾氣好咗，揸車穩健咗呢，佢將來又會減你價。從依賴靜態歷史數據嘅平均定價，轉向基於個別實際駕駛同行為嘅精細定價。市場出現風險池結構重組，具備數據處理能力嘅業者將會攞晒啲好嘅客戶，傳統從業者攞晒啲衰嘅客戶。我解釋俾大家聽，呢個係你喺傳統嘅平均定價呢，保險公司係分別唔到係統一就價，呢個就係一個平均數嚟嘅，呢個就係而家呢就咁。而家首先就係個系統全自動駕駛，就係因為自動駕駛有個 standard，所以佢嘅保費平咗。譬如你急剎車、急加速啊咁樣，或者成日喺夜晚高風險嗰度呢，佢就計一個風險係數，決定個保費。每個人保費報嘅呢一個報價都唔同。嗱，你想象一下，如果平均係40蚊，譬如唔係平均係200蚊咁啊，嗰個唔好計 full self driving 嗰橛，計個人駕駛行為嗰橛，我知道晒你數據，你係好良好嘅話呢，你就得800蚊。
嗰啲揸車好惡劣嘅咧就得120蚊。Instead of 咧所有人都100蚊，咁於是咧嗰啲揸車安全嘅人咧就全部走去買呢一個80蚊咯。咁嗰啲揸車危險嘅人咧就完全走去買傳統嘅保險公司。嗱，呢種方法佢個 range 就變咗80蚊至120蚊。傳統保險公司咧全部100蚊，好嘅司機走晒去買呢個新嘅保險方法，壞嘅司機冚唪唥走去買傳統嘅。其實就咁解，低風險群同高風險群數據驅動將佢分流，而且唔係咁大支大分，係分到好仔細。呢個就係因為你獲得精細數據，你識別低風險行動，於是你提出一個低啲嘅保費，於是就吸引更多嘅安全駕駛者，索償率同成本下降，於是你又可以增加你嘅用戶。呢個就係，於是嗰啲安全嘅人就去晒呢啲新嘅保險公司入邊，嗰啲壞嘅駕駛者咧就去晒傳統嘅保險公司。傳統保險業者陷入死亡螺旋，因為嗰啲好嘅客走晒，於是個風險池嘅平均嘅平均係數咧就上升。平均係數上升咧就索償上升，索償上升咧佢就要加保費，加保費咧就又將一部分客趕走，不停向下螺旋，直至到所有客都俾趕走翻。嗱，我再講俾你聽，本來呢個係80蚊至120蚊啦，佢分唔到，佢就攞晒啲120蚊嘅，咁佢100蚊唔得喎，咁於是咧佢又上到120蚊，譬如話125蚊。咁於是咧，佢先至 cover 到，因為嗰啲客咧全部係120蚊嗰啲客啊嘛。咁於是咧，佢要加價，加價咧，終於有日咧加到高過某一啲惡劣價行駛，一過某一條線咧，又一啲人轉。咁於是咧，佢又要加價，即係110蚊嗰啲，譬如價值110蚊嗰啲，去到呢度咧，佢加到120蚊嗰陣時咧，佢哋又脫離咗保險公司。傳統去咗新保險公司，咁變成一個螺旋嘅，呢個係風險水平下降，行為模式定價，風險集中，傳統模式，於是個比率一定逆轉。未來嘅市場護城河唔係銷售通道，而係行為風險分層嘅數據能力。而家就係你個 marketing 嘅 distribution 邊個贏，將來喺網上呢一套風險定價咧係一定跑贏嚟嘅。呢套制度依賴軟硬體整合同責任歸屬嘅閉環，傳統車廠亦都陷入被動，因為佢冇數據同冇即時數據可以同保險結合，複製唔到嘅。保險唔再係 Tesla 嘅附加服務，係佢生態系統不可分割嘅一部分。即係咧，只有 Tesla 嘅車先至有呢套系統。而佢嘅保險費咧，先至係大幅度降低，同埋呢套系統咧，仲有一個作用，就係佢鼓勵咗啲人揸車穩健啲，揸車穩健啲咧，你個保費平啲；揸車激進咧，你嘅保險費咧就貴啲。人哋嗰啲公司咧，尤其是汽油車咧，冇呢套系統，想學都學唔到。佢哋個保險定價咧就長期輸啊！當投資者發現 FSD 可以降低保險成本，改變保險定價嘅邏輯，推動用戶行動為改變，反過嚟就會推動 FSD 嘅滲透率。投資視覺嘅改變，由技術賭注到制度槓桿。FSD 不再係提升駕駛體驗嘅工具，係推動用戶行為改變。因為你一定，如果唔係咧就罰你揸得。你揸得急躁咧，就會加你保費，而降低成本嘅制度槓桿，呢度制度槓桿令到街道更加健全。呢個可以解釋 Lemonade 啲合作伙伴從此可以得益。嗱，用戶開通收集更多數據，因為收集數據有獎懲制度，個系統更加安全，於是個保費更加降低。當$99嘅 FSC 訂購喺保險節省面前
接近唔使錢。FSD 嘅推廣就唔止係技術問題，係理性選擇。Tesla 重寫規則，而汽車保險者咧就係佢促成呢套嘢嘅一個門口，呢個就係好啦。終極推演人類駕駛嘅邊緣化，最後係點呢？定價由人轉向系統，風險咧由平均分攤轉為基於數據嘅行為分層。結果終於去到某一點，絕大部分人都係使用咗 FSD， 咁於是咧佢就會覺得嗰啲最危險嘅人咧就唔係使用 FSD， 於是人類駕駛逐步被定義為高風險活動，娛樂用途或者而唔係標準交通形式，即係咧最後係因為節省呢一個生命同埋傷亡咧，到最後咧好多地方唔準人揸車。你要享受揸車嘅樂趣咧，佢就整啲場所專係畀揸車嘅人去玩嘅。呢個即係等於錶分流成為電子錶石英錶同埋機械錶係兩個世界嘅嘢嚟嘅，而機械錶始終係少數人玩嘅嘢。呢個唔係一天嘅股價反彈，呢個係我嘅 comment 啫。當99美元嘅訂閱費微不足道 ，FSD 嘅推廣就理性選擇而家我哋係喺汽車產業規則被改寫嘅入口，係我好高興大家俾條片大家睇下咁耐突然間翻嚟，係咪有咩秘密任務啊？私人事要處理嘅啫，唔使大驚小怪。我哋收到風，你講大話。聽講阿 Min 姐根本就唔係你嘅養女，你望我似佢家姐多啲喎，點解釋啊？查新聞咧係要講膽色，但係都要有眼光。點解我 keep 得咁好？今次去韓國就係為咗補貨呢隻 Hankook Life Longevity Complex (NMN). 韓國萃取技術結合5大逆齡成分，每日2粒 NAD+ 激增，仲有白藜蘆醇、亞精胺同 TMG 抗氧化，同時修復細胞，為身體打造長期健康基礎。咁神奇，邊度都買啊？香港似貓貓網上店同實體店都有售㗎。想同我一樣青春常駐，快啲行動啦！咗夏文汐嚟做代言人咁就當然就俾佢食咗幾個月試咗幾個月先，佢先肯做噶啦。咁呢隻嘢咧，大家睇見啦，就係有齊晒呢啲配方 NMN。呢個咧係有好多 research paper 證明有效嘅 NMN 加到450係勞斯萊斯嚟嘅 TMG 50白藜蘆醇100 mg。加埋亞精胺，幫助你細膠幾種呢個增長壽命嘅方法喺晒度，補長端粒體，刺激你嘅粒線體，然後就係抗氧化同埋細胞自噬技術喺晒度，呢個就係咁而家咧你就係買咧呢一個就係1880啦。如果你買個 NMN 嘅咧，第一盒就8折，第二盒就7折仲有每買一盒。過年大家梗要高興啲啦，送一盒黃牌臘腸俾大家，送一盒黃牌臘腸俾大家，咁都係過年先係會送嘅啫，好嘛？好，我哋睇有咩大減價先。呢個 Urian 嘅大減價歲晚嘅大減價好抵嘅。Urian 純素咧係好受歡迎嘅，有5樣嘢，我俾大家睇下。呢個乳木果柔潤手霜100毫升108蚊啫。潤唇膏呢一個係有3種顏色，58蚊。呢一個純素深層毛孔清潔泥膜，呢個係敷面嘅148蚊。呢隻純素蘆薈面膜8片裝128蚊。Urian 你哋有用開嘅啦，大家都話個效果好好嘅，大家可以支持。開心果38蚊。呢一個蜂膠全效牙膏38蚊，應該大家多多支持過年。